年底了，想干点脱裤子放屁的事儿。好了，不开玩笑，年底了，想整点新奇的活儿给兄弟们看。对于电子产品，手机、电脑、掌机能探索的都已经差不多了。目前我能想到的，我还没有探索清楚的一大品类，就是目前正处于发展中阶段的 VR、AR、MR 等产品。考虑到我是一名掌机 UP， 当然手机也会定时更新的啊。那今天我们就让 Windows 掌机、开源掌机跟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Quest 3做一个结合，看看能不能整出点花来。首先 Windows 掌机肯定是非常便携的，但便携肯定是要牺牲屏幕尺寸的。那么假如你想偶尔用大屏爽一下，只能外接显示器吗？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活。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台7英寸屏幕的 ROG 掌机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屏幕尺寸。而这是我通过 VD 串流出的一块巨大的虚拟屏，它可大可小，可远可近，可上可下，可直可弯，还可以跟着头转。我们可以通过 Quest 3的手柄正常操控 Windows 界面，也可以用手势控制。我们也可以外接手柄来实现游戏的操控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 ROG 掌机本身的手柄来操控游戏，这也是我认为的最佳的操控方式。这就相当于你带了一副无线的显示器在头上，在眼前。如果你想感受更加沉浸的游玩体验，我们可以关闭透视功能，我们可以伸出电竞房，可以更换各种显示器，更换各种房间，甚至我们可以在私人影院中打游戏，延迟也完全可以接受。这样没有任何线材束缚，没有场地限制，没有姿势限制，屏幕想要多大就有多大，玩起来还是挺爽的。除了掌机和 Quest 3所带来的续航焦虑，这时候可能有弹幕就要说了，UP 主脱裤子放屁，是有点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抛开整活，它是真的可以用，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实现大屏打游戏，而且体验可以打80分以上，10分扣在一丝延迟，10分扣在续航，并且这套设备还算是便携吧，毕竟我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具备算力的 Windows 掌机以及一块真巨幕，同时巨幕自身还带有很强的算力。不过既然我们都串流了，要不我们来试试掌机能否运行 VR 大作？于是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打开了半条命艾利克斯，我操！居然真的能玩，虽然画质不能开高，但是它真的能玩啊，兄弟们！这可是掌机核显设备运行艾利克斯，有点意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么优秀的大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游玩的，有点可惜了。相较于串流，我个人更着迷于设备自身的算力，这也是我喜欢各种 Windows 掌机，不喜欢串流掌机的原因之一。Quest 3内置的是安卓系统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开源掌机或者说是安卓掌机塞进 Quest 3中。这是今天的第二个活。首先，原神是可以启动的，并且极高画质60帧运行起来问题不大。不过，安卓端的米哈游是不支持手柄的，我们只能通过2指禅戳这块虚拟的屏幕，也就是戳空气，体验很差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柄隔空操控这块虚拟屏幕，还别说，竟然能正常操作，逻辑也比较符合直觉。当然不推荐啊，不推荐。通过 Quest 3可以直接连接蓝牙手柄，于是我又试的是原生支持手柄的安卓移植游戏《怒之铁拳4》，我们是可以愉快游玩的，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既然安卓游戏可以支持手柄，那模拟器游戏大概率也是支持的吧。我们直接整点有难度的，直接来看看 PS2 模拟器，开源掌机圈周哥的一生之敌战神2，还真的能玩。实测在开启2倍分辨率的情况下，设置一下意义循环，就可以40多帧的帧率正常游玩了。我只能说，你的下一台开源掌机何必是一台掌机？既然 PS2 都能玩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得学习一下性能需求更大的NS 游戏呢？首先声明一下，本人极其不推荐以模拟器的方式游玩 NS 游戏，因为模拟器体验极差，需要大量时间折腾调试，并且会频繁出现 bug、闪退等情况，游戏运行体验远远不如正版主机、正版游戏卡带。本次只是整活测试 Quest 3的多种可能性，请各位不要对此行为进行模仿。首先，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成功安装了某蛋模拟器，然后我毫不犹豫的就点开了我们的林克，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，我竟然成功的进来了。当然，正如大家所见，帧数甚至还没有达到电影级别，并且还伴有花屏等 bug， 肯定是没法正常游玩的。随后我又测试了几款2类游戏，像死亡细胞啊、奥日啊、戴夫啊都是可以流畅运行的，并且完全支持手柄操控。大家要记得，这可是一台 VR 头显啊，既然能运行 Switch 游戏，还是蛮有意思。今天虽然是整活，但是这2个活还是有实际意义的。如果你手中恰好有一台 VR， 又恰好有一台 Windows 掌机，可以试试以上操作，体验还是不错的。如果你手中没有 VR 或者没有 Windows 掌机，我是不推荐你们为了以上玩法购买 VR 或者 Win 掌机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活就整到这里，这应该是本年度最后一期视频了。感谢各位朋友1年以来的陪伴与支持，感谢各位甲方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我是峰峰，一位认真做视频的 UP 主，我们明年再见。